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李沁拍照超大胆的一次，超短上衣抢镜，拍完马上包裹严氏。年轻且演技出众的演员中，谁让你念念不忘？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各自的选择，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女演员是备受称赞的，先少卷入绯闻，她就是李沁。李沁的外表无需赘述，最贴切的形容莫过于清纯优雅，这种美感展现了她古典端庄的气质，正是大多数观众和粉丝对她的首要认知，同时也凸显了她作为女星的传统气质。李沁接下来的造型绝对是大家很少看到的，大胆的拍摄，不同的风格，这让人不由得联想到明星参加活动时的盛装出席。作为一名演员，李沁必须始终以最完美的心境和外貌示人。然而，无论参加多少次活动，李沁始终展现出一种年轻靓丽的氛围。李沁的造型通常并非十分性感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缺乏独特的亮点，因为她仍有其他独特之处。此外，李沁也在尝试不同的风格。在画面中，观众清晰地看到李沁坐在凳子上，她摆出各种姿势，展现出大胆的风格。镜头前的她穿着一件超短小背心，搭配着牛仔短裤，身上披着一件米白色开衫，展现出完美的身材，尽显魅力。这些年来，李沁的观众和粉丝对她的看法也发生了逐渐转变，从过去那个相对内敛的传统女孩，渐渐开始尝试多样的风格。每一次尝试都象征着与过去自己的告别，她所展现的挑战性穿搭也变得愈发大胆。李沁的妆容在镜头前并不那么绚丽，即便只是淡妆，也无法掩盖她的美貌。可以理解李沁的变化，因为女生尝试不同的外表是理所当然的，只有通过这样的尝试，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造型。李沁作为演员，在工作时并不过分认真，但在拍照时则完全展现出放飞自我、随意切换动作的态度。尽管李沁在拍照时似乎漠不关心，但在结束时她却立即将自己包裹得严实，显示出在镜头前依然有些害羞，不过能做出这样的拍照决定也算是相当大胆了。说起李沁的大胆尝试，不妨从她之前出席各种活动的穿着说起。在众多社交场合中，李沁经常选择裙子作为她的着装首选。不仅如此，她也喜欢尝试将自己打扮得非常保守，展现出自己穿衣风格的自由多变。然而，一些观众和粉丝认为，这并非李沁在拍照方面的最大胆尝试。实际上，在一次节目录制时，李沁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羞涩的第一步，穿分体泳衣在水中嬉戏。在一档早期的节目中，网友曾指出李沁曾做出大胆的尝试，那是一档名为《我们相爱吧》的恋爱综艺。当时她与同样出演节目的魏大勋一同组成暂时的情侣，在节目中展现出了甜蜜的一面。在一期节目中，节目组邀请他们到户外游玩，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常常也是许多情侣选择的方式，而他们为李沁和魏大勋安排的地点是泳池。李沁身穿黄绿色分体泳衣，她一直依赖着外面的白色罩衫，然而一旦被水浸透，白色罩衫便变得透明如纱。与之相比，魏大勋就穿着简单得多，他的长袖与泳衣组合再普通不过。在照片中，李沁的打扮吸引了众多网友和粉丝的注意，她如同出水芙蓉般在水中嬉戏，这套泳衣也充分展示了她完美的身材。李沁和魏大勋在水池底部跪着，面对镜头，开始亲密互动。由于服装的轻盈，清晰地可见李沁的白色罩衫在水的浮力下缓缓上浮。这系列照片引发了网友们对李沁最大胆尝试的看法，尽管也有人提出异议称，
这些意外的在拍摄过程中发生的情况，没有人能预料到他们穿着的白色罩衫会在水中浸泡后显得如此露骨。以另一种视角来看，李沁是一个乐于尝试新事物的人，无论是在穿着上保守还是大胆尝试，这一进程既是一种探索，亦是一次挑战。在他的事业中，这种个性也得到了体现。昆曲龟门旦的继承人，相信许多人只了解李沁作为一名演员，对他的认知局限在这个层面上。然而很少人意识到，在进入娱乐行业之前，李沁曾是某个领域的重点培养对象。李沁在还未成为演员之前，以昆曲的龟门旦继承人身份出道，这让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昆曲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昆曲的文化源头一直可以追溯至江苏昆山市，正是在这个昆曲文化繁盛之的1990年，李沁呱呱坠地，从小便深受当地文化熏陶，对昆曲情有独钟。李沁的父母同样钟爱昆曲艺术，作为土生土长的人，他们心中自然怀揣着对地域文化的情感。或许是受到父母的影响，李沁对昆曲的热爱逐渐扩大。在11岁时，得到父母的支持，李沁开始在昆曲训练班接受培训。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后，人们惊喜地发现，李沁在昆曲领域拥有极高的天赋，似乎是为这个职业而生的。经过昆曲训练班反复磨练，直到2003年，李沁方才脱颖而出。此时，他才有了机会参与多次戏曲演出的机会。他曾在电视剧《沙家浜》中扮演聪明勇敢的阿庆嫂，在电影《梁祝18相送》里出演大胆忠诚的祝英台，甚至因出色演绎昆曲《牡丹亭游园》中追求爱情的杜丽娘一角而荣获少儿戏曲金花奖。李沁展现出了同龄人罕见的戏曲天赋，他计划前往专门的学校深造，以便更好地学习他喜爱的昆曲。2004年，李沁成功考入上海戏校学习昆曲表演艺术。这所学校是专门培养京剧演员的机构，招生名额有限，李沁只能脱颖而出，可见实力非凡。蔡正仁当时担任上海戏校院长，看中了李沁，于是选中他，从而培养出该校第5代杜丽娘。在学校进行这段时间的培养中，李沁被视为文化传承的接班人，接受专门的训练，并且开始在昆曲领域朝着扮演龟门旦这一角色的方向发展。每年，在这所学校里会挑选那些充满天赋的学生，由特定老师进行培养指导。这样一来，学校与外界的互动就大大减少了。年轻人都怀着无尽的好奇之心，对新事物充满热情。李沁也不例外。戏曲需要长时间的训练，如果没有极大的热爱，难免会觉得枯燥无味，尤其是对一个充满好奇心的女孩来说。李少红认定的薛宝钗。李少红导演决定在本世纪初重新拍摄《红楼梦》。虽然这部作品家喻户晓，但李少红导演的关注重点并非演员的演技水平，而是角色与演员的匹配度。只要符合他心中的标准，对方的专业素养并不是他考虑的重点。在《红楼梦》中，李少红对薛宝钗这个角色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演员，于是他决定前往上海试试运气。在众多候选人中，李少红马上就对李沁产生了兴趣。李少红建议让李沁先出演《红楼梦》，但却遭到蔡正仁的拒绝。蔡正仁认为培养戏曲演员不易，为了培养李沁，付出了极大心血，所以不可能随意让他参与其他演出。李少红并不打算放弃，他决定锁定薛宝钗后，多次去找李沁，直到李少红承诺在拍摄结束后送回李沁，蔡正仁才同意了。2010年，新版《红楼梦》正式上映，李沁因出演少年薛宝钗一角而荣获新人奖。李少红的眼光确实独具慧眼，在选角方面毫无疑问，
也正是由于她的坚持，才为李沁在娱乐圈打开了一扇大门。《红楼梦》拍摄完成后，李沁的内心经历了重大的变化，接触到了新鲜事物，不可避免的会使她抛却先前的事物，李沁也不例外。她发现自己与昆曲的距离越来越远，尽管蔡正仁万般不舍，李沁最终还是退出了昆曲事业。虽然她无可奈何，但既然李沁已做出了决定，她也不便刻意挽留，尝试更多鲜明的角色。李沁在《红楼梦》中的表演只是她众多角色中的一个亮点。2011年，为庆祝建党90周年推出的电影《建党伟业》，李沁出演的杨开慧一角，让观众对她有了更深刻的印象。在接下来的艺术生涯中，李沁开始尝试着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无论是在《落难神偷》中展现着机智勇敢的李曼珍，还是在《花开半夏》中扮演着遭遇命运曲折的夏如画，李沁对角色的把握都相当出色。这表明他不仅在昆曲领域有着深厚的造诣，而且在表演方面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天赋。李沁的事业自21世纪初就一直如火如荼，每年至少有一部作品问世。你会对他在家庭情感剧《守望的天空》中饰演的积极乐观的葡萄印象深刻吗？李沁在各种不同性格的角色中游刃有余，但相较之下，《白鹿原》中的田小娥这个角色给观众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。她展现出的妩媚风情，重新展示了她的演技，同时也将田小娥那悲情的一生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李沁不仅演绎了青春靓丽、活泼乐观和妩媚悲情的人物性格，他还塑造了一些让人觉得高冷不敢亲近的角色。这远远不是他表演的全部。在电视剧《如懿传》中，李沁扮演的容妃展现出清冷刚烈的形象，再次在《楚乔传》中饰演执着于爱情的元纯公主，呈现出了非凡的表演技巧，展现了她具有爆发力的一面。李沁在不同角色中的把握，展现了她作为演员的多样性，以及对角色深入挖掘的潜力。比如《庆余年》中的林婉儿那个纯真无邪的形象，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李沁在出演《白鹿原》之前，就以活泼灵动的形象深入观众心中，而在该剧之后，她成功地重新定义了人们对她的认知，显示出她在娱乐圈中有着广泛的角色承接能力。然而，有人对李沁的表现提出了质疑，认为她的演技在线，但却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。这个问题一时半会也说不完。结语：李沁少有的场景之一就是大胆穿着进行拍摄，她勇敢地主动提出拍照，这是她向前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，与之前显得内向和传统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，并且将这种勇于尝试的性格带入了演艺事业中。大家对李沁饰演的角色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个？这个大家还有印象吗？作为一位才华出众、颜值在线的女演员，李沁没有因为绯闻而备受关注，也许她的未来之路更为广阔。毕竟，她尝试饰演了多个性格鲜明的角色，或许总有一天她会迎来事业的高峰。